你在这2天打开你的 YouTube Studio， 你会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你的 YouTube Shorts 好像流量增加了很多，感觉流量就像是爆了一样。但是等等，你知道这个流量背后发生了什么吗？从2025年3月31号开始， YouTube 对于 YouTube Shorts 它的观看次数统计做出了重大改变。这一次的正式改变好像看起来是帮助了创作者，但是如果你没有正确理解，可能就会做出错误的策略，甚至是误判你频道短片的表现。今天这期影片我就带你了解这一次更新背后的意义，它会如何影响到你频道的数据还有表现，以及你如何正确应对。我保证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你会比90%的短片创作者更加了解这一次改变的真相。还有 Grayson， 这频道主要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需要记得订阅我频道。如果你是新手创作者，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它会从不同方面去告诉你如何去正确经营频道。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一次 YouTube Shorts 它的更新核心的内容是什么。YouTube 官方的公告写得很清楚，从3月31号开始，只要观众开始播放或者是重播你的 Shorts， 无论停留多久，就会被算作一次观看。We're making a change here, and let me tell you about it. So when we first started building Shorts, we wanted to count views just like we did on long form, and that means we counted a view when somebody tapped or clicked a video or when they met a certain watch time threshold. But as we've been scaling Shorts over the years and hearing from viewers and creators, what we found is that people are expecting a view in Shorts to count right when they swipe to that video in the feed. So we're going to start counting them right when that video starts to play, 0 seconds, and we're also going to count loops. 你没有听错，并不需要去等待1秒、2秒、3秒，只要观众刷到画面一动，你的观看次数就会加1。就像是现在我在滑 YouTube Shorts，你可以看到我滑一个它就加1，不需要我停留1秒，我一直在滑动。那这些 Shorts 呢都会增加1次的观看次数，也就是呢它已经展示到我的画面里面了。那这个系统的更新调整会影响到你之前发布的短片它的数据统计方式吗？This is only going forward. We really don't want to change people's analytics historically. 在以前呢 YouTube 对于观看次数它的统计是比较严格的，特别是对于 YouTube Shorts， 观众必须要有明显的停留的活动才能够算作这个 Shorts 它的观看次数。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这个数据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坏处呢就是这个数据看起来比较小。但现在 YouTube 采取了 TikTok 还有 Instagram Reels 他们计算观看次数的方式，也就是说只要观众能够看到你的短片画面，他们即使没有看完或者是直接滑走，都算作1次观看次数。所以说在这次更新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短片它的观看次数会突然增加，可能会增加20%、30%，甚至是更多。那这次 YouTube 更新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YouTube 给出的理由就是我们希望创作者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影片整体的表现，尤其是你同时经营多个平台的时候。但真实原因就是其实这里面有点山寨的味道，像是 TikTok、IG Reels 他们很早之前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计算短片的观看次数了，只要影片出现在观众的画面上面，无论说是否有停留，都算作1次观看次数。所以短片发布到这2个平台上面，他们的数据是非常亮眼、非常可观的，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而 YouTube Shorts 呢，虽然是比较真实的统计数据，但是从表面上看，它的数据是比较小的，所以这就会让创作者还有品牌方他们会误认为 Shorts 没有什么流量。所以这次的更新是 YouTube 在对于数据的表现上面的一种对齐策略，让平台和平台之间他们的竞争是更加公平的。但这也同时让我们进入到了一个虚荣数据的时代。对了，如果说你有在经营频道，你想要知道如何在30天内去快速获得1000订阅，去开启频道的广告盈利，我最近准备了一场全新的免费公开课，会完整教你我自己还有很多我带的学员实测有效的成长策略 FAST 成长策略，里面会分享给你如何选对影片主题，提升点击率，延长观看时长，还有让观众主动订阅的方法。你可以免费参加，但是直播间的人数是有限的，所以希望你赶紧去点击影片下方链接去注册报名，预定直播席位。那我们直播见啦。那这个数据会带来怎么样的风险呢？这一次的更新最大的问题就会造成很多创作者他们的误解。你可能会看到你的一部短片它居然会有10万次的观看量，然后你就会觉得不错，自己的短片居然会有10万人去观看，但实际上可能有7万的人他们是直接滑走的，根本就没有看到你画面，
没有听到你说的第一句话。所以呢，这就会造成你对自己的表现会有误解，你认为这个方式是非常有效的，所以说你继续复制这样的模式去进行不断的发片，结果呢，你就会发现你的频道没有互动，没有订阅，也没有办法变现，就会让你觉得非常苦恼。而且这一次的观看数统计是不会影响到你加入 YouTube 的合作伙伴计划，或者是获得短片的广告收入的。YouTube 官方也再次强调，只有互动的观看次数才会被记录变现资格条件的。Yeah, there's going to be no change to YPP eligibility and no change to how payouts are calculated. We're going to rely on an engaged view metric for that. 简单来说，新的观看次数只是观众看过的次数，但是真正决定你有没有收入，能不能变现，还是看互动的观看次数。那从2025年3月30号开始，你可以在你 YouTube 后台里面看到2个观看数据。第一个呢，就是观看次数，也就是只要短片出现在了观众的荧幕里面，就算做一次。第二个呢，就是互动观看次数，也就是观众有停留，观众实际有停留几秒才能够算数。如果说你在2025年3月31号之后有发布 YouTube 短片，当你去打开 YouTube 后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短片它们的观看次数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说你切换成了进阶模式，你去查看一下短片的互动观看次数，这个才是最真实的。那你如何去找到你短片的互动观看次数呢？你可以来到你 YouTube 后台里面，然后选择内容，再点击 Shorts， 这边呢选择你想查看互动观看次数的短片。那比如说我选了这部短片，选了它的数据分析，然后呢你来到右边选了这个进阶模式，在这边你可以看到短片的观看次数，但是呢从3月31号开始，这个观看次数呢就是短片展示的次数。那如果说你要找到具体的互动的观看次数，你需要选这加号，然后在总览这边找到这个互动观看次数，那你就可以看到就会展示出互动的观看次数了。那你可以看到互动观看次数呢是小于这个观看次数的，这个呢才是更加精准的。到底有多少的观众愿意看你短片？那么问题来了，你应该关注哪个数据呢？如果说你想要去展示你的短片触及率给品牌合作方，那么就可以给他们看观看次数。如果说你是想要去知道你自己的影片真正的效果要不要变现，能不能加入到 YouTube 的合作伙伴计划里面，那么你一定要去看互动的观看次数。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次的更新呢？这次的更新不是说一个好或者是坏的改变，而是说你必须要正确认识的改变。我们不能够被虚荣的数字而冲昏头脑，而是说我们要更加正确的看待我们短片的表现。所以在这边我给大家几个建议。第一个呢，你要去调整你看数据的习惯，你不能只是简单的看一下表面的短片的观看次数，而是说你要进入到你 YouTube Studio 里面，然后切换成进阶模式，你需要去观察短片它的平均观看时长，它的续看率，以及呢互动的观看次数，还有就是你需要去优化你的短片的前3秒。既然现在所有的播放都会记录到短片的观看次数里面，那么就更加考验你短片的前3秒它的吸引力了。如何在1秒钟之内就抓住观众注意力，如何去制造悬念，这都会直接影响到你短片的互动观看次数。再来就是别忽略互动指标，留言、点赞、订阅才是真正有打到观众的讯号，而不是被高观看数而误导。虽然新数据有风险，但是呢它其实也有潜在的好处，你可以透过更高的观看次数让你频道看起来更加有吸引力。对于品牌合作拓展曝光，这也是一个数据的加分项。但是请记住，真正能够让你成功的不是好看的数字，而是内容的价值。如果说你有正在发布 YouTube 短片，那么千万不要误解这次的更新，这不是一个免费的成长捷径，而是一面镜子，让你能够重新审视你自己的影片。你可以留言告诉我，这次的更新它是惊喜还是骗局？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如何去增加你短片流量，一定要去看这期影片。这名创作者在去年他的短片流量有超过6亿次。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对这部影片点赞，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追踪我 IG， 能够互动。那我们下期见，拜拜。